家好，仪态的代班小花又来了。汪峰第 N 次冲击头条失败，瓜农协会会长在天实锤，没错，就是英宝和二叔发表离婚声明那天，汪峰刚好有巡演，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提前商量好的。汪老师还写了首没人在乎，是的，就是这么应景。当然了，这个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英宝和二叔官宣离婚，大家都知道了，因为离婚英宝涨粉几十万，大家也见怪不怪了。工作室发表声明之后，两人在社交平台互相祝福，堪称最体面的离婚夫妻。不知道他们私下是怎样的，至少明面上非常和谐。深扒了下，仪态突然发现冯绍峰的绯闻女友一大堆，几乎拍一部戏就一个新女友，从萌女郎到星女郎，个个都是大美女。更觉得是每次分手都很和平，死的难看的几乎没有。今天咱们就扒一扒冯绍峰的历任绯闻女友，看看二叔究竟有什么魔力，能在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冯绍峰从中戏毕业后就开启了恋爱模式，而他的初恋还是自己上戏的小师妹徐其文。冯绍峰在出演电视剧崛起时认识了上戏的校友徐其文，两人因戏生情，谈了1年恋爱。恋爱时你侬我侬，完全就是甜度爆表。后来因为戏比较多，这份感情并没有维持太久，1年之后就和平分手了。虽然初恋草草结束了，但冯绍峰的艳遇之旅才刚刚开始。拍男才女貌那会儿，冯绍峰和林心如传出绯闻，不过那时候林心如早就心有所属了，炒作的可能性比较大。2016年，林心如和老干部霍建华宣布婚讯，婚后的她全心全意照顾家庭，已经很少再出现在荧幕上了。和胡杏儿合作《岁月风云》也没少了花边新闻，当时一度有胡杏儿倒追冯绍峰的消息传出，甚至有媒体看热闹不嫌事儿大，把黄宗泽也牵扯了进来，还上演了2男争1女的戏码。胡杏儿这篇还没有翻过去，冯绍峰又和安以轩传出绯闻，他和安以轩先后合作了《芸娘》《锁清秋》，拍《锁清秋》那会儿，两人一度被传出举止暧昧，冯绍峰甚至亲口承认喜欢安以轩，还自曝和安以轩拍吻戏不会哭。不过当时安以轩的心思完全不在冯绍峰身上，而在男友李承铉那儿，没错，就是现在戚薇的老公。那会儿英宝在剧里也有戏份，饰演安以轩的丫鬟文燕，只不过当时冯绍峰的心思全在女主身上，压根没注意到自己未来的媳妇儿。哦不，现在已经是前妻了。没得到安以轩回应的冯绍峰又把目光转向了合作夫妻一场的霍思妍身上，两人牵扯了一段时间。到了2010年，冯绍峰和杨幂一起拍《宫锁心玉》，然后他的绯闻女友又换成了大幂幂。蜜蜂恋的传闻热度甚至一度盖过电视剧。冯绍峰不仅强吻杨幂，还时不时的要求加吻戏。他不仅在片场和杨幂走得很近，私下里对她也十分照顾。杨幂生病了，他急忙跑到她家送药，觉得片场热就托人给她买冰水。甚至在媒体问他对杨幂有什么感觉时，他直言看到杨幂就有初恋的感觉，一起出去吃饭什么也见怪不怪。除此之外，冯绍峰还时不时的在社交平台告白，他终于从了我发喜糖，我爱你一生一世。尽管绯闻传得很凶，但后来两人还是出面否认了恋情。大幂幂最后情定实力派选手柳凯薇，只可惜虽然举办了甜蜜婚礼，两人最后还是各自美丽了。唉，明星的婚姻也不是3言2语能说清楚的。咱们还是接着盘冯绍峰的绯闻女友吧。送走了霍思燕、杨幂，冯绍峰迎来了新一任绯闻女友，哦不是唯一承认的正牌女友倪妮。那会儿倪妮刚好迎来了事业巅峰期，凭借《金陵13钗》一举拿下了6亿票房，成为了年度票房冠军，拿了不少大奖，甚至被大家称为下一个汤唯。可人红是非多，怎么也躲不过。一炮而红后，倪妮迎来了黑料大爆发，照片门、整容门、说谎门，各种各样应有尽有。就在倪妮处在低谷时，她在时装周上认识了冯绍峰，冯绍峰几乎对倪妮一见钟情，后来更是上演了英雄救美，不仅帮倪妮打官司，还给她成立了工作室。英雄救美后，大多少不了以身相许的桥段，果然在冯绍峰展示完实力撩妹手段后，2012年520表白日，他俩在社交平台同时晒出戴戒指的表白照，算是官宣恋情。他们还约定，如果分手就把名字倒过来念，不知道该说他俩会玩，还是有先见之明，起了个正反读都大差不差的名。除了在社交平台秀恩爱，在采访中也不断发糖。倪妮甚至专门去冯绍峰家为他做饭，怎么看都像是要结婚的节奏。2013年，两人合作了爱情电影《我想和你好好的》，电影蛮感人的，就是票房口碑不太行，可能这就是传说中的情场得意，职场失意吧。不过即便这么甜，两人最后还是逃不过分手的魔咒。2015年5月，他们分别在社交平台发文，把自己的名字倒过来写，用搞笑段子结束了这段恋情。怎么说呢？当时的
的情况和现在大差不差，都是和平分手。只能说冯绍峰确实有点东西，竟然能在婚姻和爱情里全身而退。毕竟因为分手离婚撕得很难看的 CP 一抓一大把，能做到这种程度，实力绝对不容小觑。建议冯绍峰直接出一本和平分手秘籍。当然了，撩妹实力派选手冯绍峰的绯闻女友还没完。2016年，冯绍峰和宋茜合作欢城，在片场他俩完全就像小情侣一样打打闹闹，冯绍峰甚至还摸了宋茜大腿。私下里他们还被曝一起到伦敦玩，宋茜甚至给冯绍峰庆祝生日。就在大家疯狂磕糖的时候，冯绍峰突然爆出和小18岁的林允一起回家过春节，一起看赛车，一起游玩，甚至还有亲密同框。可能是有了倪妮的前车之鉴，后来的恋情绯闻不管闹得多凶，冯绍峰依旧不松口，只说他们是自己的好朋友。讲真，冯绍峰真的是绯闻的祖师爷，不管和谁搭档都能传出大大小小的绯闻，情史这么丰富的他完全就是花心大萝卜呀，怪不得他和颖宝传出绯闻那会儿好多人都不信，毕竟绯闻女友一箩筐的他和一心拼事业的颖宝怎么看都不像是一路人。估计是冯绍峰太会撩吧。2016年合作《西游记之女儿国》那会儿，冯绍峰就打起了精神，社交平台互动、约饭这种常见约会路数，冯绍峰一样没落。甚至在电影宣发期间表白赵丽颖有一种初恋的纯真，这话是不是有点耳熟？因为之前追杨幂的时候就是这个套路。不过颖宝还真吃了他这一套。拍完《女儿国》，他们又在《知否》里续了前缘，片场互动什么的就不说了。开机半个月后，冯绍峰就被拍到了在赵丽颖家待了一夜。后来颖宝生日，二叔更是专程给他庆生。那会儿不少人都以为他们只是传绯闻，没想到颖宝突然在31岁生日当天甩出了结婚证。这波暴击不知道吓退了多少粉丝。不过这段突然实锤的婚姻，最后也以突然官宣离婚而告终。或许留恋花丛的二叔确实不适合乖巧识大体的明兰趴。不过姨太觉得，以冯绍峰的魅力，虽然和赵丽颖和平分手了，但只要以后接新剧，一定还会有新的花边新闻。不过问题不大，谁让人家有全身而退的本事呢？唠了这么多，你觉得冯绍峰究竟有什么魅力呢？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如果喜欢四姨太的视频，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四姨太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娱乐资讯哦。